一个被日军俘虏的印度人居然侵犯了一名日本士兵，这事儿不是野史瞎编，而是出自日本陆军大将金村君的回忆录，是真实发生过的。更离谱的是，那个被侵犯的日本士兵不但没能讨回公道，反而成了被告，差点被送上绞刑架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就来聊聊这件荒唐事儿。这个印度人叫扎莫拉，原本是医学院的学生，毕业后加入英军，当上了飞行员。1945年，二战快结束时，他不幸被日军俘虏，关进了东南亚的一座战俘营。那时候，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对待战俘特别残暴，尤其是印度战俘，动不动就打骂欺负。很多印度战俘不是被折磨死，就是饿死、病死。扎木拉刚进去时，也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可没想到，他的医学背景救了他。战俘营里有个简易医务室，日军医护人员不够，就把懂医术的扎木拉调过去当助理，负责看管他，叫他日语的，是一个叫细川的日本兵。细川年纪不大，刚入伍，性格不算残暴，甚至有点单传，但他从小受军国主义教育，觉得日军不可战胜，对待战俘很有优越感。一开始，细川对扎木拉很傲慢，觉得自己是胜利者，教他日语是施舍。但扎木拉很识相，知道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对细川百依百顺，还主动讨好，端茶倒水，整理衣物，一口一个细川君，把细川哄得很开心。扎木拉还用自己的医疗知识帮细川处理小伤口。一来二去，细川的态度软化了，把扎木拉当成了小弟。细川觉得扎木拉听话能干，还懂医术，就破例让他住进自己的宿舍。两人同吃同住，朝夕相处，像亲兄弟一样。细川手把手教他日语，扎木拉教细川英语，讲印度风土人情。细川甚至把自己的零食、衣服分给他，完全没了戒心。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个掏心掏肺对待的小弟心里在打他的主意。战俘营里全是男人，日子枯燥压抑，扎木拉心里的欲望越来越强。他看着单纯的细川，一个荒诞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。他利用在医务室的便利，偷偷藏了一些麻药，开始实施计划。一天晚上，细川执行完任务，疲惫地回到宿舍，浑身酸痛，口干舌燥。扎木拉早已等着，笑着递上一杯温水。细川没多想，一饮而尽。没过多久，眼前一黑，倒在床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细川醒来，浑身酸痛，尤其是屁股钻心的疼。他迷茫地睁眼，看到扎木拉坐在船边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。细川瞬间明白了，羞耻和愤怒涌上心头。他忍住疼痛爬起来，对扎木拉一顿拳打脚踢。扎木拉理亏，没反抗也没辩解，默默承受。细川知道这事儿太丢人，传出去会被同伴嘲笑，失去尊严，还可能受罚。于是他威胁扎木拉不准告诉任何人。扎木拉连忙点头。可后来，扎木拉并没有遵守承诺。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战俘营被盟军解放，扎木拉重获自由。但他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回家，而是找到盟军士兵，控诉细川长期虐待他，还拿身上的伤当证据。细川彻底崩溃了，没想到扎木拉会反咬一口。他不甘心被冤枉，不甘心承受了耻辱，还要背上虐待战俘的罪名。为了自证清白，免于被绞死，他硬着头皮找到当时的日军陆军大将金村君，把自己被扎木拉侵犯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细川以为说出真相就能洗清冤屈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金村君把这件事详细写进了回忆录。后来回忆录公开，这件荒唐事曝光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他被一个印度男人侵犯了。